嗨，少侠好体力啊，难怪敢叫板正阳山那头老畜生。啊，我从小就来这边采药，习惯了。以后来我们风雷园吧，我罩你，成了剑修，御剑灵锋。到时候咱们兄弟俩飞到那正阳山上，丢下一座雷池剑阵，正阳山他娘的就玩完了。正阳山没你说的那么不堪，风雷园也没你说的那么强大。我这不是怕我兄弟投错了山门，耽误终生吗？这么快就成兄弟了？那你兄弟没个几万，也有几千了吧？哼，姑娘你这性子，将来不好嫁呀。哎，兄弟，你说是吧？不用你瞎操心。那清风城许氏主动提出要归还那具宝甲赔罪，你为何不收？如果清风城早就知道刘信阳祖上是我影音陈氏留在小镇的守墓人，他们还敢如此行事，必当付出代价。但既然他们事先不知情，而机缘本就人人可争，我影音陈氏还不至于如此霸道。那万一清风城也有算计正阳山的念头？如果不是那老袁冲在前头，被那许氏设局，估计清风城还真就拿不走宝甲。蝇营狗苟，随波逐流，岂知大事？刘灞桥，告诉陈平安，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真笨啊！继续走，小心点儿。我没事，不用管我，肯定能跟上。休息会儿吧。继续赶路。他只是气息乱了，等等他吧。不必等了，让他先回小镇便是。那接下来有劳了。是，老子也不伺候了。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回去路上饿了，可以填饱肚子。起来，才不受这窝囊气！回衙署大鱼大肉伺候，不比这舒服啊？知道回去的路吗？嗯。哎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跟影音陈氏结下香火情，对你、对风雷园都不是坏事啊。其实我厚道的平安兄弟没要陈队那2袋钱，那也不是坏事。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不全对，齐先生不也是读书人？还有齐先生的先生，可厉害了。你说齐先生到底想做什么？天晓得。好一个天晓得。哎，陈平安你怎么看？我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意见，但如果就事论事，他的存在其实让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尴尬。为啥？离珠洞天的陈氏子弟，除了那个少年，全部成了别家奴婢，唯独他，就像这饭团上的叶子，越是独善其身，就越显得我们这些陈氏子弟可笑。这又不是我兄弟的错。当然，可世上终究有些事情，很难说清楚道理的。不是道理难说清，而是你们没道理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罢了。有口无心啊！我呢，口拙嘴笨，拳头不够硬，剑也不够快，要不然我这肚子里啊，真是攒了一大堆道理，想要跟这个世道好好说上一说。所以你觉得陈平安不错？觉得不错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一看到那个少年，就自惭形秽啊！爷爷，你放心，剑经我没买。100年36000场，你
困入睡乡。小子因祸得福，体内剑境竟然成了。原来走的是破而后立的极短路子。爹，这就是以梦境为剑炉，一气呵成神仙剑。小镇少年果然都是过河族啊！哼，早知道就不该答应把你借给影音尘世20年。爹，你说谁是过河族？刘宪阳又是什么棋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就说让你多读点书，好歹以后跟人聊天还能接上话。卒字过河，能顶居呢。方向真的对吗？我可没时间陪你漫山遍野的闲逛。就是那里。果然如此。你们下山等我吧。祖坟生楷树，这是昭示陈氏会降临圣人啊！小镇陈家皆已凋敝，这机缘定当落在我影音一脉了。我影音陈氏叩谢始祖庇护。我们来时有段路程，你为何故意绕远？啊，宁姑娘，连你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把帘子去掉。那边有一片山崖，全是你说的那种叫斩龙台的黑石头，我怕他看到，万一起歹心怎么办？守财奴。宁姑娘，你这么耿直，朋友一定不多吧？哎，小心！这个时节的山果能好吃？宁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种果子多末结果，春天成熟。我以前上山采药填饱肚子，就靠它了。你怎么跟野猪似的，什么都吃？这果子不是俗物，正好可以给陈平安调养伤患。
不好吃，还给你。哦，你采了这么多，是要留着给陈队？给他干什么？非亲非故的，当然是留给刘新阳了。如果阮姑娘在这里，你是不是也会分给她吃？当然了。那如果你手上只有2颗野果，你是给阮秀呀，还是给我呀？宁姑娘，你咋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吓人？别岔开话题。当然是1颗给你，1颗给阮姑娘了。我看你们吃就行。那如果只有1颗呢？给你。为啥？阮姑娘又不在这儿，可宁姑娘你在啊。陈石头一心虚栽进了竹筐里。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只为2字：破镜。你李二是个明白人，知道7境之后，每次破镜都是生死大关。之前吩咐你的事，为什么没去做呀？我家媳妇儿看得紧。只是这样？怕一出手，就坏了您的买卖。这么好的磨刀石，小镇里能碰上几个？听我的，去会会他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师兄！哎呀，师傅，师兄还不得打死那家伙！师傅，师兄的路子您给指了，那我呢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此生无望第9境。马车先行，只管往前。真没想到，小镇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物。看来我们大理的碟子真是废物啊！既然没有一见面就开打，不妨说说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宋长靖，打过之后要还活着，自然知道答案。还成，力道上差点意思。大言不惭！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
现在的力道够了吗？这几拳凑合，但也只是凑合。哎，收工了。是个大才，不过胜负已分，再打下去就是分生死了。和宋长景征战一生，杀人无数，如今酣畅一战，不枉此生。来，接着打！可惜了。斩神仙，杀天才，筑清观。斩神仙，杀天才，筑清观。筑清观。心狠手辣，无风独负。沙场无情，世人误解我，百姓诋毁我，将士憎恨我。但大道就是如此，不是杀人，就是被杀。千年之前如此，千年的千年之前还是如此。是大理武道第一人，这不是生者的气息。杀！什么？好大的力道！
扔掉他！就乖乖躺着。万世功业，为此河西伶仃一命，何怜天下生灵，何惧万千逆境？我宋长靖是大理武道第一人。不知钢骨，应折不屈。不知武道，傲立天地。看来，这便是我的机缘了。多谢高人助我破境。养老神仙的心意，我收下了。日后，哎，每人选一张，回去仔细临摹，3天后检查。我要一张，给我一个。瞧，给我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就是画个小树嘛。你给我，抢不着吧？我要这张。快点！师兄，还记得我们来山崖书院之前，先生送我们的临别赠言吗？当然。那何为天地生君子？君子理天地。天地生养了君子，君子则当治理天地。那又何为学不可以已，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？学习无止境，在先人的基础上完善，拓宽自己的学问，学生也会超过先生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鲁莽行事，只以为这座不过5、6千人的小镇，舍去100年修为和1000年大道？
你可是齐敬春呐，是先生最为器重的弟子，是有望立教成祖的读书人。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，君子者。众生平等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他人生死，更何况是6000人的生死轮回。什么众生平等？难道你忘了先生说过的明贵谏？先生学问自然极大，可道理未必全对。礼者，所以正身也。君子识曲则曲，识深则深矣。师弟，事已至此，书院那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山崖书院要迁至大隋王朝，大隋与大黎虽是邻国，仍是千里迢迢，战事更是一触即发。此行凶多吉少，千万保重。先生，世间可有真正的天经地义？如何才能不对这个世界失望？你带陈队进过山了？嗯。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会跟他离开这里，不久后离开东宝平州。那至少也要等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走吧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在这儿好歹你能照顾我，等以后出了小镇怎么办？哼，只是诱一下，连死都死过，还怕什么呀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宋长敬如何啊？还不错，只是他底子比我差，凭什么比我先破境？你林二破境，不在生死间。师傅，你看我根骨不比师兄差，机缘的话，还有没有变数啊？你带着傅南华去老龙城啊？记住，死也不许泄露根脚。哦，师傅，保重身体。师傅，你对师弟也太不近人情。师弟虽然成天没个正形，可是对师傅您是打心眼里好啊。反正都是无根浮萍，死在哪里不是死啊？你也带上你家那个泼妇走吧，在东宝平州，你这辈子都没希望破境。儿子女儿，你可以带走一个，另一个送去山崖书院。那师傅，你以后还能如何？等死而已。我
我既封你为河婆，就要负责河中事务，又回来我这儿做甚？大仙，我想多看孙子几眼。别不知足！大仙之所以愿意庇护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那孙子？既如此，大仙为何任由真武山带走我家马苦玄，毫不由自己栽培？大仙，我家孙子大仙息怒，是我失言，是我失言。虽然在我眼中没有好坏之分，没有正邪之别，不以此来称量阴德，可不意味着我就喜欢你的所作所为。以前不好与你计较什么，但是以后就算将你灰飞烟灭，也只是一念之间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去吧，盯着点廊桥那边的动静。是。要变天了。神仙大驾，凡人遭殃。山外的人不都很聪明吗？为何要做这等蠢事？谁知道？他们那些破道士，我就没懂过。破道啊！你们这些只知道藏在乌龟壳里的老东西们，要是能懂，不个个都成圣人了。山崖书院齐敬春拜见杨老先生。倒是稀客呀。算了算，陈平安约莫会来，我等等他。主要还是来拜访杨老先生。风雨欲来，多有烦闷呐。你来此地坐镇的第一天，我就瞧着你是个不得志的人。不过这么多年没听到你半句牢骚，也是怪事。你可不像是唾面自干之人呐。牢骚有啊，满肚子都是，只是说不出口而已。你的本事我不清楚，不过你家先生，就凭他敢说出那4个字，在我眼中就能算这个。杨老先生其实学问更大。我又不是读书人，你先生学问就算已经大过了至圣先师，我也不会说他半句好。杨老先生是觉得我们先生所说人性本恶才是对的？我没觉得对，只是世间这些衣冠之辈看得我心烦，所以有人出来唱反调，我便觉得解气，仅此而已。客套话莫要说，我不爱听。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再说了，你齐敬春如今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我可不敢跟你攀上交情。齐先生，杨老先生，我想知道，能不能用治疗我的方法也治一下刘宪阳？他现在很虚弱。关我屁事！如果需要金铜钱，我还有。哎呀，别在这瞎操心了。今天打烊了，你们都走吧。陪我走走吧。实在是闲来无事，便用你送去的蛇胆石刻了2方私章，一个用隶书，一个用小篆，送给你，记得收好。以后看到了心仪字画，例如一些觉得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，可以拿出印章往上一压。好的。你记住，君子可欺意其方。
庙里的那帮老头子脑子坏了吧？明摆着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景春，还一直袖手旁观，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的死东西了。前辈真的不愿意试一试？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。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刘谢阳走了。刘谢阳，刘谢阳，刘谢阳！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刘谢阳。你不是掉钱眼里的财迷吗？怎么这么大方啊？全部的家当都要送出去。哎，齐先生，稀客呀，您楼上坐。别怕，天塌下来还有叔父在。就算是他，也承受不住。怎么不把簪子别上？宁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家既然愿意送你，自然是希望你物尽其用。我仔细看过了，的确是普通簪子，没有暗藏玄机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座小洞天呢。啥？别有洞天听过吧？天下洞天分两种，一种就是我们身处的这座离珠洞天，洞天福地的洞天，疆域广袤，不知几千万里。传说道祖有一座莲花洞天，
但就里面的一片荷叶，就比你们大理还要大。不可能吧？我也不信。所以我要去亲眼看过之后，再回来告诉你真假。你以后做什么？我帮阮师傅做完那些力气活，我想以后自己进山烧炭，还可以顺便采药，卖给杨家铺子。万一搬山源刘志茂之流找你麻烦，你往哪里逃？所以你记着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按陆道长说的，厚着脸皮待在铁匠铺，这才是正路。给阮师傅惹麻烦怎么办？阮师傅可不怕这些小麻烦。那我要先把事情告诉阮师傅，看看他愿不愿意收我做长期学徒。在小镇里，没什么是一袋金金铜钱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袋。我心疼啊！守财奴，以后谁不幸做了你媳妇儿，估计恨不得一巴掌打死你。我可不会让自己媳妇受委屈。我才不信！要是我媳妇受了委屈，别说是搬山源，就是天上神仙，我也照砍不误。砍不砍得死我不知道，反正先砍了再说。为什么？我爹说过，男人不护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娶进门做什么？我走了，回铺子。你保重。宁姑娘，我送送你。不用。齐先生。齐景春，你放肆！天道本无私，念你身为儒生，对离珠洞天生出恻隐之心，情有可原。若此时回心转意，犹有余地。哼，与这书呆子废什么话？他想做出顶天立地的壮举，得先问过我的拳头。自斩龙一役起，小镇独享3000年大契约，后世子孙英才辈出，无非是寅吃卯粮的手段。既然订立规矩的是4位圣人，我自然没有资格在此事上指手画脚的。如今天道要镇压此方天地，来便是。我齐景春一人替小镇百姓承受这场劫难，天道和规矩皆可成全。姓齐的，你是真不知道缘由，还是装疯卖傻？三教根底，岂是你小小儒士可以动摇的？齐施主，一念静心，顿超佛地。你们清唱的不错，可当真容得下他齐景春？善哉，善哉。小镇3000年的天道反扑，我齐景春一肩挑之。齐先生，快下雨了，您快回。你悖逆大道，无自量力，就由本座先陪你玩玩。
起！春风得意。哈哈哈哈！想与春风破我剑阵？有人说你齐景春不简单，拥有2个本命字，春字之外，还有一个坏了规矩的静字。来，就让本座开开眼。你有春风，本座则有一场飞剑伐云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还真有点本事。齐景春，为何不还手？真以为仅靠本命字招架，会有半点胜算？风平浪静。动静有法。看你拼死护着的地方是怎么对待你的。小打小闹也差不多了。齐景春，本座最后问你一句，你确定要执意下去吗？不后悔？不悔。好，看拳。
凡夫俗子，还不速速下跪！跪下，便可鸿运当头。跪下，就是登上了青云梯。陈平安，快停步！杨老先生，既不要前行，也不要转身，更不可下跪，在原地坚持一炷香便可。你一介凡人之躯，这不是你能承受的机缘。不要逆天行事。不要冥顽不化。齐景春，你若是愿意，可以追随贫道修行。清净无，你大胆！齐先生，是你吗？是我。陈平安，不妨站直，走几步试试看。谁敢挡我？快滚！拿正，该是马虎坟的机缘。还不快滚出去！厚颜无耻的小杂种！马虎坟拿不到，也轮不到你！谁先神武？就该相信汉奸！都给我闭嘴！齐先生，你是要走了吗？要走了。外面有太多人不希望我留下，由不得我自己做选择。都说你齐敬春有望立教称祖，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。接着走吧。我们去哪儿？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你要见的是一位老前辈。老前辈。陈平安，大道就在脚下，走。事不过三，点到即止。再来！再来！再来！你怕不怕吃大苦？不怕。那你就肯定能活下去，而且能走到更远的地方。我想去齐先生说的那个地方。前辈，你看见这位少年了吗？
列星随旋，日月地照，40代玉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，行必有正。列星随旋，日月地照，40代玉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。不攻天道，无自立生；不朽不明，八荒春风。春风已至，不见竟春。天下有我齐景春，天下快哉，我亦快哉。所念所盼也无憾，春会在我心流转。天下有我齐景春，天下快哉，我亦快哉。随风化雨入关公墓，守护着千山。春散随舟离岸，不留涟漪，却温暖悲欢。这世间所求的平凡，皆是你所念所盼。从此之后，小镇6000百姓皆有来生。但你齐景春的这笔买卖，当真划算吗？阮琼作为这里的新任圣人，管制的甲子之内，越界者杀无赦。这不是斩龙台吗？等宁姑娘的好剑铸成，你来做魔剑石的话，肯定比跟着我强。李宝平，叫我干嘛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那你讲快点儿。你扛着的这些树枝是从老槐树那儿捡来的吧？对啊，那边有好多人都在捡树枝呢。我力气小，只能搬得动这么大的。不跑快点，争取多搬几趟的话，就要被人给抢光了。你家住福禄街那边，离老槐树太远了。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可以先把树枝放在我家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肯定不会让我白占便宜吧？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事先说好啊，我可扛不动太大的树枝，很沉的。想让你在那棵树附近看看，如果有绿色的槐叶，就帮我收起来。就这样吗？对，就这么一件事儿。这是我家的钥匙。我记得你家的院墙不高的，
我稍微踮一下脚就可以把树枝丢进去，不用开门的。那好，你去忙吧。听说过树倒猢狲散，现在又见树倒成柴火，就是再过几千年，人还是这个德行。戚景春，你不后悔吗？大仙，有何吩咐？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看你敢不敢争取了。你的供奉香火被这座廊桥拦腰斩断了，但只要你从桥下游过去，就能从河婆变成河神。昨晚桥上木梁崩塌，我想离近瞧瞧出了什么事，可我一靠近，就像钻进了油锅，疼得受不了。是继续在烂泥里躺着，还是成为河神，全在此一举。前辈好大的神通，竟然能自行敕封一方河神，关键是还能不惊扰到天道。河婆河神一字之差，云泥之别，你会不懂？已经很骇人听闻了，在注定的断头路上硬生生岔出小路，这等手笔，由不得晚辈不佩服。小子，你知道我的身份？山主事先并未告知，但是我勉强猜得出一点端倪。哼，去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他呀，一身通天修为不用，仅靠2个本命字抗衡天道。杨老先生，你说齐先生到底图什么呀？若是图一个为生民立命，那也太亏了。他是齐敬春呢，山崖书院的山主，文圣的得意弟子，一条命才换来6000凡夫俗子的来生，划算吗？我看不划算。换成是我，绝对做不来。也罢，看在你这几句心里话的份上，咱们随便聊聊吧。晚辈求之不得。一步步把齐景春逼到这个唯有求死的境地，是不是你做的局？这个局少说从80年前就开始谋划了，我如今不过而立之年，说不通啊。那就是你凑巧来取压圣物，又凑巧碰上这桩惨案，属于黄泥巴掉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。世事无常，无巧不成书。晚辈对那座披云山情有独钟，希望将它作为新书院的地址。晚辈是客，于情于理都应该跟杨老前辈打声招呼。只要前辈一天不点头，书院就一天不破土动工。如果哪天前辈觉得此事可行，然而捎句话，给观湖书院催明皇即可。谢过前辈。齐景春，那晚你在廊桥坐了一夜，到底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呢？你们读书人呐，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只要大理让我看得顺眼，60年之期一结束，我自然会再次开宗立派。阮师这是在祝大理国运昌隆啊！阮师放心，除去披云山，境内61座山，阮师可任选3座作为开宗立派的根基。本官可以先送阮师离珠洞天的新旧2幅山峦形势图，再陪着阮师亲自去勘探巡视，到时候阮师再做定夺，如何？图先放着，占山一时，不着急。不过除了披云山，也没哪座山入得了我的眼。那下官便静待阮师的决定了。
宁姑娘。哦，宁姑娘昨晚收到道玄山的飞剑传书，天没亮就走了。她让我告诉你，她送你的剑鞘要先静用一段时间，以后会还你的。原来宁姑娘那夜去倪萍想找我，是要与我道别。等她的事情办完了，你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那个叫齐静春的读书人说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，那么你呢？等等，陈平安，陈平安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爹说这段时间你就在铺子里安心做事，以后可能需要你帮忙打铁。替我谢谢阮师傅。怎么了？感觉水里好像有脏东西。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只要从桥下游过去，就能从河婆变成河神。不过如此嘛。不要得寸进尺，以后经过廊桥，切记不要抬头了。往下游去吧，经过铁匠铺别太猖狂。不过你能让这条河催生出水晶，有利于铸剑，阮师应该不会为难你。谨遵大仙法旨。对了，阮姑娘，能请教2个字吗？你先写写看。早知道就好好读书了，现在要丢人了，完了完了！哦，原来是武学的事啊，我最懂了。神庭合在一起就是穴位的称呼，神庭穴。
我们体内有365座大小窍穴，都是金山银山式的宝藏。哦，哎，继续聊啊，我也学学嘛。我不是坏人，我是跟新县令无冤来小镇的。继续聊啊，我听听嘛。哎，难道我听了之后就一下子变成神仙了？那这2个字念淡中。淡中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这字儿写的着实不咋地啊，一看就是没下过苦功夫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不解释膻中穴在哪儿啊？哦，是不是很难指点给他看啊？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帮忙。我觉得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来指给他看我身上膻中穴的位置，不是我来指你身上膻中穴的位置。再说了，你身上膻中穴的位置，神仙也难寻啊，我这不自找麻烦吗？姑娘，你怎么还来？还来！别跑！我错了，站住！还有尾驴、夹击、御诊这后背3关，姑娘你咋也漏掉了呢？古人说后关统一办公，阮姑娘，开件事正宫之礼，下次我再教你。站住！哦。小镇60年内仍是以阮氏的规矩最大，阮氏一切作为，大理会毫无悬念地站在阮氏这边。世俗王朝为得个应有之意，都会建造文昌阁和武圣庙，敕封山水正神。在小镇这边，你们是怎么个打算的？目前大理青天剑相中2处，分别是慈山和神仙坟，祭祀之人便是当年从小镇走出去的那2位。刚好一文一武，对我大理也是功莫大焉。阮师意下如何？那2个挺合适，但是选址之事，有没有问过杨老先生的意思？阮师，敢问杨老先生是？你那国师秀虎连这个也没告诉你，就放心让你当父母官？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官场失意被贬谪致死？如果是，之前的事我可就要反悔了。上仙所言极是。对了，夫人，听说新圣人阮琼立了规矩，甲子之内越界者杀无赦。我们可不是凡人。再说了，现在这里是大黎的国土，他敢放肆吗？真以为齐静春死了，你们就能无法无天了？即使躲在边界线之外，眼馋离珠福地者，只要我阮琼心情不好，一样打烂你们的脑袋。新圣人脾气倒不小，老夫便不过线，瞧上一瞧，看他又能拿我怎么样。阮氏，有话好好说。记住我阮琼的规矩，甲子之内，一律如此。齐景春，你哪怕有我一半的不讲道理，至于死得如此憋屈吗？哼，我说丰满姑娘脾气怎么这么泼辣？原来是随爹呀！陈平安。宋宁，你事先藏起来，跟我事后送你不一样。别忘了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。你怎么跟齐先生这么像啊？我要不喜欢你了。我帮你把怀之搬家里去吧。好。
我可以多喜欢你一会儿。要下雨了吗？妈妈，看，好多人啊！惊鸿不再已释然，尽还离就像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再见，所以我来了。老远雁归去，天长无际，云连连。陋室堂前，林姑娘，这东西你用最合适。眼中青色，眉间云山叮咛在梦前。千影寒山，白云游船，此心天人间。原来宁姑娘也是神仙。问缘何是缘？我待破茧上穷阴寒。问缘何是缘？这糖葫芦真贵，好像也没那么好吃。金元宝，银元宝，不如买座山头好。人师，听说你又在披云山开宗立派，求您点拨一二，让咱们做个依山傍水的邻居啊！阮师，听说阮姑娘特别喜欢吃糕点，我特意从压岁铺子买了去。再说一次，山爱买哪座买哪座，少在这儿打听。一个个杵在这儿，当自己是剑条，找锤啊！你也想买山？阮师傅，我来是想跟您借点钱。借钱？想什么呢？我想借15、16两银子。之前巴山猿追我，踩坏了不少屋子。这事儿，毕竟因我而起。滚蛋！哪儿来的泥腿子，也配跟阮宗师借？赶紧滚蛋吧！忙货死！陈平安，你还想跟我请教哪些学问啊？那你去盯着炉子火候吧，1个时辰后结束。给爹买壶上好的桃花春烧，剩下的自己买些糕点。陈平安，你跟我来。哦。好，你看，这是小镇周围的山川形势图，你手里应该有3袋金晶铜钱吧？是的。当下金晶铜钱是最值钱的时候，所以如今说你富可敌国也不夸张。大黎皇帝打算要将披云山之外的61座封禁大山全部解禁，卖给与大黎交好的势力门派，并且许诺此地将来会敕封1尊山岳大神、3位山神和1位河神。将来这方圆千里注定风生水起，灵气充沛。这么说吧，现在买山头稳赚不赔。阮师傅，那这些山头大致什么价钱？比如最小的这座珍珠山，叫价是1枚迎春钱。只需要1枚？哎呀，屁大点的地方而已，大一点的山估计在10枚左右。至于最大的那几座山，你就别想了。说穿了，大黎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人脉，希望与买家背后真正的靠山交好。那如果我今天买下山，明天却死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小年纪谨慎得很啊！放心，只要你本分做人，就不会出事。我可没齐静春那么多道理和规矩。
放心吧，300年之内，大黎绝不会擅自收回山头。我拿到的3座山，风水肯定最好。你可以与我接壤毗邻，哪怕你租借给我，你也能年年分红，坐享其成。阮师傅，我占了这么大的便宜，不会被人记恨在心吗？你也有靠山呐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阮师傅，我想进山一趟。不错，没有得意忘形。那你争取尽快给我答复，久则生变。你也买包子啊？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行。喂，陈平安，小宝瓶。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读书了。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李宝平。我走啦。爹也真是的，陈平安给你当工匠，工钱都不要，出了事问你借点银子，怎么就过分了？火龙走水。可以了。小小河婆也敢当着我的面撒野？我爹当年连斩6位江水正神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大仙饶命啊！奴婢绝无害人之心啊！奴婢只想把阮圣人增加水的水柱，为断剑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行了行了，那天我可是看到你鬼鬼祟祟跟踪陈平安，你要是敢图谋不轨，我就打得你魂飞魄散。不敢不敢，奴婢只是看他练拳觉得好奇，并无他图啊。为什么我的道法在流失？不好意思啊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是天生火神之体，与水是天敌。记住了，下不为例。蠢货，你还敢对他心怀杀心？他将来第一个要杀的河神就是你。接下来给我好好想想如何补救。这桩灭顶祸事已是大机缘的种子。爹，我想把压岁铺子买下来。我那2袋铜钱不是给你收起来了吗？不然你先给我一枚，任和。你可以让陈平安帮你吧，他现在可是我们小镇的大财主啊。那怎么行？他可穷了，10几两银子都要跟人借。好，爹的钱不是钱，就他陈平安的事啊。我跟他不熟嘛。还不熟？不熟你能昧着良心让自己爹喝这种烂酒，然后中饱私囊，就为了借钱给那王八蛋？闺女，你觉得到底多熟才算熟啊？
很想一拳锤死这个挖墙脚的小王八蛋。我来看看吧。看来陈平安快成你的心病了。杨老先生，新任督造官吴渊身边的少年到底是何方神手？我看不出深浅。老话说得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进门先喊人，入庙先拜神。我先见过了阮师，又来见杨老，礼数上挑不出毛病。进山入泽，画符震慑，只是不知道你那是鬼画符还是神仙符。总之此次打过招呼后，我保证不再和二位有交集了。鬼画符也好，神仙符也好，我就只管一座芝麻绿豆大小的城隍庙。不过城隍爷可是专盯着治下的那些阴物，特别是什么山精水鬼的，您说是吧，老先生？小心驶得万年船呐！当心祸从口出。杨老先生这是太久没活动过了，也罢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晚辈就陪您撑撑筋骨，运运气。派头不小，也是花架子吧？诺。杨老先生对付一个晚辈，下手这么重吗？星罗棋布，看来还是个做局人，有点意思了。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究竟有多大。前辈想看，晚辈也不好驳了您的面子，那就玩玩。开局，无事抛旗千虎口，几时开眼复连行。终须杀尽人边敌，四面通红眼大荒。法宝虽多，可你用得精吗？好小子，道行不浅，这局开得不错，再来。看来不搬出家底，是不让我走了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两位就此作罢吧。打坏了这福地，算他的。哎，主家欺客，我可不认这账的。暂借此方天地灵气一用。吃。家底有点看头。但还算不上厚实。二位，别急，这小子憋的屁还没放完呢。天见其明，地见其光，唯吾贵其权益。学识不浅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要不我们三人混战，打烂这方圆千里。我没问题啊！
知道的不少啊。此言差矣，我毕竟是个外来的。不过这里的事知道的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比如我还知该称呼老先生为卿。就此别过。有可能是上武境。哼，大惊小怪，你阮琼不也是上武境吗？说穿了，你们是互相忌惮。哼，就是看他不顺眼。算了，麻烦。走了。真是一个老谋深算，一个年轻气盛啊！哦，还有一个家财万贯的。你是何人？敢闯我大理封禁之地，按大理律法登斩！走。这位小兄弟，我在阮氏那里见过。我是新上任的督造官吴渊，你继续按照原先的路线走就是了。多谢，请吧。我看这少年武道修为不高，却有破境之势。当然，这里人杰地灵。国师大人，他就是你的手笔吗？前辈，太渊穴，抚心经，丈穴当地，炝脉搏溪，尾闾、夹脊、玉枕，三穴既通，缩艮开前，破境临门。
这些都是我的。有钱真好。不错不错，是个修身养气的好地方。从哪里开始呢？此等良辰美景，应有美酒作伴才对。宝鹿山、仙草山、彩云峰珍珠山。眼光还算不错。落魄山，那以前是大黎的封禁之山，你怎么会选中它？就是我帮你们去办理买山手续吧。那就先这样吧。我估计你还剩下些铜钱，我帮你在镇上再选2间底子厚实的老铺子。谢谢阮师傅。忙你的去吧。哎呀，还真是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啊！陈公子，陈公子气色不错。陈公子，陈公子，等到买下山头和铺子之后，你就舒舒服服的躺着收钱，娶妻生子，光宗耀祖。我阮琼大黎都会看护着你和你的家业。记着，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。齐先生走了以后，你若是怀念他，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别让自己陷进去，更别想着去刨根问底。年纪轻轻的唉声叹气作甚，好不容易练拳积攒的一点元气，不要外泄。记下了。都选了哪几座？我选了宝鹿山、彩云峰，还有仙草山、珍珠山和落魄山。落魄山，是谁暗示你了？阮琼？不应该啊，他明摆着不想跟你牵扯太深。落魄山是有什么蹊跷吗？除了披云山和香火山，就属这座落魄山最有交道。不过目前为止怕连大黎钦天剑也看不出来。你算是占到天大的便宜。怎么会选他呀？直说，别闷个屁。其实，落魄山3个字上，刚好掉下一坨鸟粪，我觉得挺有缘分的。也罢，在山上遇到什么事儿没有？跟2位官差有点误会，还好新上任的吴大人没有计较，还给我指了路。无冤？你要当心他带来的那个没心有志的少年。好好留着齐先生送给你的那4方印章，尤其是带镜子的那一方，牢牢藏好。记住，你是富甲一方的人，一静不移动。记下了。若我非要这牌匾呢？宋大人恕罪，小镇心腹大礼，诸如牌匾等老物件的存留，关乎民心所向，不可轻易摘取。哟，这不是陈平安吗？没和阮秀姑娘学字，在这看热闹呢。随便看看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，这热闹还没看完呢，可有意思了。一边呢是前任督造官宋大人要拿那匾额的事情跟别人拍胸脯邀功，另一边呢是把小镇所有宝贝视为自己禁挛的小镇父母官吴渊大人，为的是4块匾额，兵家的气冲斗牛，儒家的当仁不让，
佛家的莫向外求，道家的惜言自然。啊，瞧见那位侍郎大人手里的物件没？是专门用来踏碑的，目的就是要把书写之人留在这16字中所蕴含的磅礴神意一层层剥下来。快踏写干净，不要让吴大人在这等了。不过兵家的气冲斗牛，好像有2次不久前就死了。知道这么多，你到底是谁？我，我姓崔名禅，禅字比较生僻难写，麻烦的很，所以你可以喊我崔师伯。我还有个绰号，喊起来比较顺口，叫绣狐。我可是自报家门啦。哎，陈平安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趟宋吉新家？我要去阮师傅那里铸铁，去晚了阮师傅可是会来找我的。哎，知道你在担心我图谋不轨，实话告诉你好了，我跟宋吉新的弟弟很熟悉，他很好奇自己哥哥在小镇这10多年到底是如何生活的，就托付我，一定亲眼去看一看。回到京城后，好跟他说道说道。既然是亲兄弟，就不能自己去问吗？陈平安，你挺聪明啊，这么快就找出漏洞了。哎，富贵门庭里龌龊事，多如牛毛。他跟宋吉新还没见面，关系就很差了，所以你要体谅一下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是不是就会找我的麻烦？我像是那种穷凶极恶、一言不合就要杀人全家的人吗？看着不像，但不代表你不是。好吧，我去问别人去。你又没他家钥匙，你去干什么？翻墙进去绝对不行。哎，那我带你去他家宅子门口看一眼吧。这就对了。早干嘛去了？走吧。这边。哎，等等我呀！倪萍相气韵不俗，卧虎藏龙，必出人才呀！以后怕是把福禄街、新华巷加起来也比不过这里。就是这里。字真不错，比他弟弟要有悟性多了。宋吉新这辈子都不会回到这儿了，留着烂掉，可惜了啊！不行，没到年关就还春联，会招晦气的。啊，这里还有这讲究？你要是觉得白来一趟，就去我家坐坐。正好我也要收拾些东西烧给阮师傅。算了算了，估计连杯茶都喝不上。反正受托之事也算了吧，我走了。这什么人呢？先生，这副对联是谁写的？很有意思啊。宋吉新，不过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改名了。先生要这春联做什么？自然是给你那位宝贝师兄长长见识，省得说我是仗着年纪大才能写字写得比他好。现在这春联是他同胞兄弟写的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找到什么借口。小师兄的借口可多了，他就可以说是宋吉新整天没事做，光顾着练字，写出来的字就能好一些。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算了，今天让你来这儿，是要你见一个人。见人？谁呀？书有药，高俅如
看，我猜这关虎小军定是老码头的私生子，天天黏着秦逆，形影不离，粗鄙不堪。崔先生是做大学问的君子，你这是嫉妒。哟，你是不是巴望着长大了给他填王啊？你乖，我打。我总觉得孙明皇远不如齐先生待人亲和，伪君子罢了。先生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先生，你我之前约定之事有些变化。怎么？你们后悔了？非也，非也。先生顶替齐敬春担任山崖书院新山主一事，其实未变，是在下新得到的消息。陛下欲在披云山新起一座书院，50年内会提拔这座书院为72书院之一。现在只缺后学鸿儒，掌印启卷，开堂立学了。所以你是想让我改换门庭，投身新书院？先生若是愿意，现在回去就能担任新书院的山主，比起万里迢迢去山崖书院识人牙慧，不是更好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呀？嗨，那老头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时间太长了，确实有些不对劲。还有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车夫有点怪怪的？刚刚李怀想去叫一下马爷爷，他都不让。没错，我也觉得车夫有问题。那他是坏人吗？我们会不会被杀呀？估计现在不会，要不然早就被杀了。但是他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马爷爷才行。我想到了，一会儿我们就这样。先生明智。先生，这是何意？任你巧舌如簧，也掩盖不了摧毁山崖书院的险恶用心。我马占宁为山崖书院扫地，也不做叛徒。大隋此时接手山崖书院，等同于向大黎宣战。你确定仍要远赴敌国当山主？哼，读书人忠诚的是文脉传承，不是某国国姓。好，好，好，油盐不进是吧？就这样，行动吧。好，好。好什么呀？糟了，我肚子疼，好饿，快把吃的给我。你们去哪儿？李保平，快跑！你们干嘛？都给我让开！好了，快走吧。大家分头跑。何为传承？不过东流水，歧路苦久长。何愁多歧路，春风满衣裳。春风已逝，先生可不要把书读死。礼义法度，圣人所生也。圣人可，先生如何不可？望一脚成祖的齐晋春打造的书院，只有山崖一个。
君子识屈则屈，识伸则伸也。这一点，先生应该最清楚不过才是。背后的人是谁？事已至此，你又怎会想不到是谁呢？不可能！先生不妨再考虑考虑，否则山崖的传承就真砸在先生手里了。宝平，小宝平，出来吧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逃了一个女孩，姿势体大，不可大意，速速追来！是。一己私欲，铸成大错。我愧对你们，愧对师兄的嘱托。马爷爷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将所有歹人引开，你逃回去，去找陈平安。我没多少时间了，山崖书院的存续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中年洒扫，只求心境如皎月，到头来反而杂陈蒙心，弑臣归心，更待何时？先生，可是想通了？哼，这断头路可是先生自己寻来的。断流道！疯了吗？为了山崖书院，连来生都不要了？齐师兄，我现在才懂，你屈身抉择为何因，现在才懂。快，在那边！快，继续跑！在哪儿？别回头！谁输谁的小狗！谁输谁的小狗！小狗！他果然是来找你的，想救人，带上齐敬春送你的镜子印。今夜子时，到慈山。是小石头他们的衣服，多半是冲我来的。这样李怀他们应该还是安全的。晚辈崔明皇拜见国师大人。嗯，你还能活着回来啊？虽有意外，但仍在大人的计划中。只是没想到，马瞻这么个废物，竟不惜以死护道，也不为我所用。
惜了大人留下的承禄甲了。枉我还是你的师伯祖。说到底，那马占也在文胜门下待了10多年，你非要以蠢人视之，不吃亏才怪。如此看来，你要是被打死了，岂不是更妙？不过还好，我这边还算顺利。别害怕，不像是那种一言不合就要杀人全家的人吗？开赌喽，齐静春！这一把要是我赌赢了，你苦心孤诣留下的2柱文脉传承就彻底断了。将我的一半神魂分入你这副皮囊中，你便是另一个我了。这趟离珠洞天之行，稍有不慎便会道心失守，千万谨慎行事。自己嘱咐自己，啰不啰嗦？我会看着办的。啊，真是潇洒美少年，皎如玉树临风前呢。别紧张，有问题就问。莫非齐静春之死是先生的手笔？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？大离国师算无一策，学问规矩，浩然之手。拍马屁！我崔禅是一位数典忘祖、做人忘本，哦，还有欺师灭祖的家伙。昔年文庙那场亚圣和文胜两脉的3、4之争，文胜落败，排位跌至第4，他的神像被搬出文庙，打砸殆尽，弟子流散各方。文胜自求于功德林，那齐静春也学文胜，自求于离珠洞天。而我这位文胜首徒，则叛出师门。齐静春和先生，竟然是师兄弟，同门不同命啊！我问问题，先生都没听完就打断了我。但对齐静春的问题，你猜先生想了多久才给出的答案？1个月。10年。更可气的是，即使我叛出师门，却仍受先生文脉牵连而跌境，而离珠洞天内修为压制的这么厉害，齐静春反倒修出了静和纯2个本命字，境界大涨。如此想来，他当真是世间奇才。所以，这便是齐静春必死的原因。齐静春曾经得到过一封密信，得知文胜死了，山崖书院即将被撤掉72书院的头衔，如何保住书院便是个天大的难题。而且他心知肚明，只要出了离珠洞天，他境界不跌反升的真相，必会给文胜一脉及山崖书院惹来更大的祸端。所以，齐静春的最佳选择，便是继续自求于此。可惜，下一位圣人阮琼提前进入小镇，断了他的后路。不仅如此，
大黎允许三教一家来小镇提前取走压胜之物，加速离珠洞天的崩塌，也是齐敬春的一张催命符。可离珠洞天本就是违逆天道的存在，当天道反扑时，这里的人将无一幸免。这本就是既定的事实，为何会是催命符？这便是此局的妙处啊！齐敬春若苟且不管，便违逆了他的大道根本，修为大跌，最终落个生死道消。若他管了，天道反扑之祸便只能一肩扛之。这也给了那些幕后的大人物出手惩戒的理由，所以他必死无疑。不过那师弟并不傻，临死前将他的文脉开枝散叶，以求延续。可惜他低估了我这个师兄，他的文脉将由我来一一毁掉的，而我也将以此正道修为重回巅峰。所以我需要用事实证明我的想法，于是我就设计了一场大考，用来断掉齐敬春的文脉香火，更是我的正道契机。而那大考的考生只有一人，便是那倪萍巷的孤儿陈平安。那陈平安先生，怎么判定他就是齐敬春真正的传人？马占身死，赵瑶也失去了春字印主人的身份。那么接下来，就只有那个坏了大规矩的镜子了。学生还是不太明白。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要设下一局大棋，考量那个陈平安。因为陈平安从一出生就已经在这盘棋内，是一招无离手。不要小看了这颗弦子，他的本命词被打碎之后，便不再是笼中之雀。父母双亡给他造成了孤苦无依的局面，但杨老头传授的呼吸法，顾灿娘的一饭之恩，都为陈平安营造出了生的希望。他也不负众望，在困境中成长，最终长成一颗被齐敬春认可、保有赤子之心又不被人掌控的棋子，一颗能真正继承齐敬春文脉的棋子。先生打算杀了陈平安？大道之争，重在诛心。这是玉石光阴镜，能推演未来，反观人心。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晚辈这就前去游说陈平安，一定不负师伯祖的众望。是陈平安。贪字近乎贫，兰字近乎坟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齐敬春送你的4枚印章，蕴含着他的文脉传承。得此物者，日后的修行之路会青云直上。你如今已是富甲一方，这枚印章便没有兼得的道理了。一个贫贱至极的陋巷孤儿，定然无比渴望生活安稳富足。所以在我的暗中操控之下，他如今已经是小镇的富家翁了。哎呀，一无所有时，失去是一件无所畏惧的事。富甲一方时，他陈平安还有勇气失去吗？如果他交出印章，齐敬春的文脉自然就断了。这就是我为他安排的一场问心大考。你就不带考虑的吗？没什么好考虑的。就算换作是齐先生，也一样会同意我的做法。快放人吧。
如今大理与大隋已是敌国，你们要去大隋的山崖书院，等同于叛国。你骗人！依我看，你们的父母都在京城，不如就跟我去京城寻亲，也可去观湖书院读书，一样可以做学问、修大道。就凭你们5个孩子，怎么千里迢迢去大隋啊？谁会愿意舍命护送你们？指望这个连印章都守不住的人，我有点搞不懂。你如今已经是富家翁了，却还是喜欢每天钓鱼。以前捕鱼是为了吃食，富足之后，却才懂得了垂钓的快乐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3餐不愁足矣，何况朋友们也都在呢，每天都高朋满座。夫复何求呢？好惬意啊！看来你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选择？什么选择？糟了！陈平安，可惜了，刚刚的那种生活一直过下去不好吗？糟糕，动不了了。要看一看你的另一种选择吗？喂，醒醒，醒醒！啊！他已经回不来了。陈平安，你醒醒啊！凡人要生存，就得懂得权衡利弊。说到底，他陈平安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。我做错了，你还想打赢我？你侥幸的一路走来，真的靠的是你自己吗？我只是……你真的觉得自己会一直这么幸运下去吗？原来我也是怕死的，想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。你的朋友希望你这么做，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敢找搬山员报仇？是我错了吗？反正我没有。笑话，结果不会改变。到底该怎么做？小家伙，天已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。蝼蚁见命。怎么做才能不被别人随意见到？对，即使本命辞岁，也一样逃不掉的。这是运，也是命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陈平安，你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别那么鲁莽。扫把星，剑主，一静不移动。我无法一生没大娘，我没有害死爹娘。爹娘主破法，扫把星，剑主大气，你都是陈平安，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，这便是你要的，这便是你要的。我该怎么做？你们只有跟我走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哼！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陈平安。若遇事不决，可问春风。这句话你留在心头就好。
以后说不定用得着。春风，齐先生，陈平安，前面的路会很难，即使不去，也不怪你。若是将来有陌生人掉进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不救？当然救，而且还要把这破水井一键毁之。只是又一下，连死都死过，怕什么？帅气！我只希望我所注视的人都能好好的，对他们有难，我便愿意挺身而出，仅此而已。你可想好了？平安，平安，陈平安，陈平安，陈平安，想好了，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去试一试，因为我跟先生一样，不相信这世间有所谓的命运。要帮你一把吗？我自己可以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这点障眼法难不倒你。不要忘了，不管遇到什么，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。先生的夙愿一定能守住的。谢谢你，陈平安。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会选他了。都快走！陈平安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以为我敢杀你吗？如果那些当真会应验，陈平安也不足为惧。有些事情死了也要做。准姑娘字写的不怎么样，本事却不小啊。滚！陈平安，大考的结果我很满意。陈平安，你果然是齐敬春的文脉传人。而我呢，已经将自己的大道与你相连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一荣俱荣。不过，我的大考并未结束。接下来，只要你的心境出现瑕疵，我便可以此正道，收下齐敬春的文脉，重回12境巅峰。齐敬春，这一盘棋，终究是你输了。哦，
这样啊。哎呀，以某人付出生死道消的代价，换来了一个不错的结局。也不知道这些家伙将来会不会念这份情啊？稍等稍等，这些名字我一人记下就好了。好小子，胆子够肥！这是第几次无视小镇规矩了？我这不是还没做吗？你们只管放开手脚来打，我负责收拾烂摊子便是。我看行。哎，杨老前辈杀人不见血，还能坐收渔翁之利，真是好手腕啊！就算杨老前辈有本事护得住10之1、2的山河，可如果我一门心思打烂神秀山横朔峰呢？这山峰可是为咱们阮姑娘正道准备的呀。换成是我，真不能忍。赶紧滚回二郎巷！还真是在乎你闺女啊！不欠天不欠地，唯独欠那丫头的娘亲，就只能把亏欠她的放在女儿的身上了。看来终究没有人能拿走那份天大的机缘，连齐静春也不行。不过也好，免得又是天翻地覆的局面。可以的话，这座庙我要搬走。只要不是搬到外面，我没意见。看在你这么爽快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假如陈平安真的是齐静春选中的人，那么他很可能早就被做进了这盘死局之内。但齐静春死前故意跑到我这边，给陈平安说了一句话，你猜猜看他说了什么？我可猜不着。君子可欺之以方。齐静春他早就看出来了，自愧不如。这话既是说给我，也是说给10年甚至100年后的陈平安。哪怕他以后知道了自己才是导致齐静春必死的那枚棋子，也无需自责，因为他齐静春早已看透。真他娘没劲！堂堂齐静春死得这么窝囊，换成是我，早打烂这天地了。别去，喝酒去。陈平安，我也很想看看你到底能走多远。哪怕只剩下一缕残破，可擅闯私宅，终非君子所为啊！齐静春，我的小师弟，对不对？那天你和崔明皇明面上是演戏给吴渊和大黎王朝看的，其实是演给我看的，累不累？那你看出什么了？当陈平安做出选择帮山崖书院的那一刻，你的大考就已经败了。可你依旧有恃无恐，是因为你已将陈平安当做了你的影子。然后你以真身入定做观想，陈平安若是能够坚守本心，就等于你也坚守住了本心，最终成为你重返境界巅峰的大道契机。不错，哪怕陈平安不能坚守本心，我依然安排了后手，
却不断损耗他的心境，最终使其支离破碎。到时候你齐静春的文脉气运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这可远比真身入定做观想的结果好处要大得多啊！唉，崔禅，可惜你还是棋差一招，终将满盘皆输。我可是找到了你的文脉传人，怎么可能输？你如果现在放手，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齐静春，你一个即将魂飞魄散的东西，半人半鬼，也配跟我讲道理？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想坏我心境？崔师兄，哼，我就不信你能赢我。陈平安，你这叫合则而渔，哦不对，应该是釜底抽薪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钓鱼可比读书难多了。鱼可不笨，要是太早收竿，肯定钓不到的。还有，季节不同，晴雨天气，鱼钩和鱼饵都有讲究。不过我们有那么多吃的，为什么还要抓鱼啊？你想啊，有一种说法叫坐吃山空，所以要多备点。去山崖书院的路还长着呢。齐先生教过我，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是先生教给我的第一个道理，我受用至今。怎么可能？齐静春，你竟然选了一个女人当自己唯一的嫡传弟子，有何不可？好，我得不到你的文脉没关系，可我与陈平安依旧大道相连。难不成你为了阻我大道，还要坑害陈平安？我劝你现在就斩断这份牵连，这样我还能让你留在中武境当中。齐静春，你失心疯了吗？所以我转赠给你，再请再礼。那玉簪子是师傅的，你居然带师收徒！崔禅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了摆脱先生的文脉，可谓是机关算尽，安魂定魄。可到头来，偏偏还是和先生的文脉传人陈平安大道相连。现在落得个道心失守，修为大退，完全是作茧自缚。陈平安并非我的弟子，更不是你的棋子，他会以天下为棋盘，走到你无法想象的高处。你若再敢暗中作梗，我定让你跌落成凡夫俗子。齐静川，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手笔？齐静川，齐静川！爹，娘，明天我就要出远门了，带着齐先生的学生。听说大隋离这儿有几千几万里远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但孩儿明白一诺千金的道理，还望爹娘体谅。8000年了，
那么多英雄豪杰都入不了你的眼吗？就连凤运而生的马苦玄也没资格见你。你到底中意了谁呢？哎，罢了罢了，如此一来也是好事，小赌怡情，不用担心满盘皆输。事实上，我见证过许多义气少年慢慢变成枯槁老翁，你为何偏偏对他如此执着？他就是那位少年。老前辈，请你睁眼看一看这个少年吧，哪怕一眼都好。起初只是闲来无事，便随意看看。他虽贫乏，却活得饶有生趣，比一群孩子舞刀耍剑、围杀一条条小龙有意思多了。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交给你照顾。拿走。求神仙们保佑我爹，救救我娘！医不了了。娘，赶紧把药喝了。好疼啊！林婶婶，我对陈平安前辈真的不愿意点头。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，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失望？那你呢？平安，平安，你醒醒！答应过娘的事，还记得吗？平安记得，不可行乞，不去龙窑做工，还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哪怕将来的日子比现在更苦更难，只要活着，才有机会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。爹，娘，我现在足5岁，是大人了，我肯定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让陈平安走一趟廊桥，如果他能够坚持前行，我可以考虑。我相信陈平安，请你也相信齐静春。齐先生，你是要走了吗？接着走吧。齐先生，我们去哪儿？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你要见的是一位老前辈。再来，再来！我想去齐先生说的那个地方。前辈，
你看见这位少年了吗？为了这个少年，值吗？于我而言，本就身陷死局，但那位少年让大道孤身的我看到了方向，所以我想为同路人也点一盏明灯。有意思，我相信齐先生，也愿意去相信那个少年。你们要去大理京城找你们的长辈，还是要继续去山崖书院上学？听说我们的学书还要办下去，我就留下吧。我想去京城找爹娘，求学当保人权，我也想留下。唉，我李怀大人还真难抉择呀。你们几个，一点困难就把你们吓倒了。我就要去山崖书院，去齐先生读书的地方。齐先生说过，我们山崖书院的藏书之精冠绝一州。齐先生还说了，我所有的问题哪怕他无法回答，但全部可以从书本上找到答案。你不怕吃苦吗？一个人的话，就有一点怕。好，那我就陪你去山崖书院。齐先生，我说过的，我答应过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去做。前辈，千年暗示，一灯即明。可这里曾是一处战场，大战落幕后，只剩下这座拱桥。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这个称呼甚合我心。陈平安，我想请你帮我跟外边的4座天下说一句话，可以吗？我已经等了8000年，虽然你的修行天赋远远比不上我之前的主人，但是没关系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第2位，也是最后一位主人了。立誓之前，你要记住，我现在还不能现世，100年之内，你要跻身炼气室第10楼，才能来石拱桥取走铁剑。虽然暂时无法随你征战厮杀，见面礼还是有的。这玉牌能用来收纳物件，但你要跻身中5境才可驱使，先温养在窍穴中吧。接下来再额外送你3缕极小极小的剑气，接好了。放松经脉，便可心神安稳。陈平安，请你跟我念一遍那句誓言，可以吗？好。天道崩塌，天道崩塌，我陈平安，我陈平安
唯有一剑，唯有一剑，可搬山，可搬山，断江，断江，倒海，倒海，降妖，降妖，镇魔，镇魔，赤神，赤神，摘星，摘星，摧城，摧城，开天，开天。天道崩塌，我陈平安唯有一剑，可搬山，断江，倒海，降妖，镇魔，赤神，摘星，摧城，开天，起来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老天条连马苦玄都看不上，怎么会选中陈平安？凭什么小镇最大的机缘会被一个泥腿子得了？最馋你这个老王八蛋，还不救我！放我出来！放我出来！老王八蛋，救我！罢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便彻底一分为二。世间真的多了一个摧残，不知是福是祸呀。好啊，齐景春，竟让我从此被困于这具躯壳之中。江湖漫漫，咱们究竟谁更胜一筹？拭目以待。陈平安，我都收拾好了。重吗？不重，不那么重。什么时候累了就跟我说一声。怎么可能会累？陈平安，除了东宝平州的形势图，我还放了一些银子和铜钱在里面。比起你送给我爹的金晶铜钱，真的不算什么。你千万别拒绝啊！我又不傻，给钱还不要？你还不傻？为了他们，你都……阮姑娘，以后的事就都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你好好保重。那就出发。出发！保重。我走啦。哎，你以前出过远门吧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哦，我出过远门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你的。那路上就请你多指教。你头上怎么别了一只簪子？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陈平安，你其实是有钱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不是了，我有钱的光景就那么几天。好吧。那你箩筐里露出的一截木剑又是咋回事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陈平安，你再这样，我今天就真的不喜欢你了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算了算了，明天再不喜欢你好了。